你干什么？皇上，草民要求见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惊扰圣驾，这可是死罪。高低都是错。皇上，求你开开眼吧，不然草民死不瞑目啊！快把他拖下来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住手！等等，放开他！快放开！朕在此，有何冤情，细细说来便是。皇上，求您大发慈悲，给我们留条活路吧。怎就没有活路了？陛下，在皇宫里锦衣玉食，可知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原本这一颗菜只卖1个钱，可税钱就占去了大半，再刨去成本，实际利润不足1/10。草民的乡亲父老，每家每户哪个不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还没夕阳？可是忙活来忙活去，1年到头留存的米粮，却只够果腹。草民的一对弟妹，出生不久便遇上了歉，被活活饿死，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人间。这词儿，草民的一对弟妹，刚出生不久，便赶上欠收年景，被活活饿死。陛下，草民一家已经是艰难度日了，如今又要增税，怕是连老父老母都活不下去了。这是把老百姓往绝路上逼。干嘛？气氛现在正好，站起来干嘛？是啊，皇上不能再加税了。皇上不能再加税了。竟有此事！还不把户部尚书给朕抓过来！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户部尚书陈大年带到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户部为何又要增税啊？这不是陛下您要为太后修？是微臣想着陛下要为太后修建陵寝，不得马虎，但钱款又不够，故而没有钱，没有钱便可拿我们的命去抵吗？既如此，那草民一家只有割去了这脑袋，以这1碗热血供养圣人了。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，这么浅显一个道理，你堂堂一个户部尚书，居然不懂。朕倒要问问你，修建陵寝所用，为何不从国库中支取？这，微臣糊涂，微臣糊涂。带朕去国库。陛下，国库不能去啊！朕今日必须给我大夏百姓一个交代。皇上圣明！什么事儿？这么慌张？皇帝当街痛斥户部尚书增税一事，现在正压着他
往户部的银库里去了。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啊！我就知道，修陵寝没那么简单。看来我们的皇帝是要拿太后开刀了。既然他们都把对方架在火上烤，那本王就给他们添把柴。国库的钱呢？我大夏百姓的钱呢？陛下，陛下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这都是前户部尚书遗留下来的问题啊！陛下，微臣我确实也是刚刚才升任的，陛下。陛下，右军游将军急奏，说是大圣子爷。是。右军游将军急奏，说是军粮发霉了。他们威胁朕，说军粮再不加量的话，将难以守卫边疆。连朕的军队都敢威胁朕，陵寝要修建，军粮要加量，但国库是空的呀，空的呀！空的。你说这江山是不是该改姓了呀？陛下，这干嘛死？这干嘛死？这干嘛死？这个……问题还没解决呢，你就想死啊？那我不死，不死。这样，若能重印国库的话，朕给你留个全尸；若不行，你们全家老小都去陪你的好兄长。不行啊，陛下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！你怎么办？王爷这招妙啊！在这节骨眼上，让尤将军声称这军粮发霉，陛下雷霆震怒。眼下这户部已经乱作一团了，再加上今天一早鸡鸣兰驾，太后党这帮人可就没好日子过了。你们觉得鸡鸣兰驾是意外吗？是陛下，陛下计划好了，要拿户部开刀。他之前就借封病为由斩过前任户部尚书，遗憾的是未能动摇户部的根基。眼下情况又不同了，军情、民情，关乎江山社稷，这户部可是无可推脱。眼下他们还揽着修建陵寝的差事，这窟窿要是堵不上，无异于自掘坟墓啊！可陛下偏偏选这个时候对户部下手，看来我们这个皇上走的这步棋
他还是动过心思的，不过可惜了。可惜什么呀？光是走好眼下这一步还不够啊！更重要的是，那陈达年扛不住压力之后，这户部尚书之位，就空出来了。届时咱们的人就可以补上这个空缺。恭喜王爷，往后这财权兵权在握，便不再受人掣肘了。可是，如果太后那边要保护户部，愿意拿出修建陵寝的钱财来补贴粮饷，那这……如若你们是太后，这手中把玩了10几年的傀儡，他一朝有了意识，你们是会委曲求全，缓做打算，还是硬碰硬，绝不后退半步的？该如何做？还请太后您明示啊！臣实在是无计可施了。这几日，臣愁的是辗转反侧，寝食难安呐，就怕有个闪失误了您的大事啊，太后。陈大人，陈大人，国库亏空，确实不是长久之计。一帮武将，只会打打杀杀，头脑又简单，只认手里的银子。这饷银啊，要是1克不到，军营里就得闹翻了天。就是啊。哎呀，那当下之计，只能喂饱他们啊。饷银，给他们批了吧。哎呀，太后圣明啊！哎呀，太后，有了您这句话，可算是稳住军心了。可是，太后，那陵寝之事可否暂缓一段时间？胡闹！这都说好要见了，又不见了，出尔反尔，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？那皇家的脸面往哪儿放？哀家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臣明白的，可这2头都要用银子，臣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，太后。陈大人，你是户部尚书，掌管天下钱粮，那是你分内之事啊！你动动脑子，想想法子，学学你哥哥呀！哎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早知道我就不接这烂摊子了，什么油水都捞不着，还得往里添钱。我要是能添得起也就罢了，可这修陵寝、买军粮，就算把你把你们再加上我全卖了，卖他个1000遍、10000遍，也不够啊！太后被我架上去校又来了。户部尚书那边也崩溃了。端王呢？听说一批权臣进去，群英荟萃，萝卜开会了。所以说，火候差不多了。是时候让李云熙他们雪中送炭了。好。哟，哭这么惨呢？李兄还等什么呢？礼盒我都准备好了，咱们这就去拜见户部尚书吧。等等，这就是尔兄想的收服尚书大人之法吗？怎么了？以进言之名行贿赂之实吗？陛下重托之事，只要能办成，手段并不重要啊。若是耍这种手段，我这开中法不提也罢。李兄难道忘了你我的官职是如何得来的吗？礼盒只是敲门砖，你以为陛下真的会介意吗？君明臣职，国之福也。
皇上如果不介意，是他为君者的错处；我们也不介意，就是不知廉耻，枉为臣子。那李兄打算怎么提？拿出你的文人风骨，骂他个狗血淋头吗？也对，这全天下呀，再没有比李兄更正直坦荡的君子了。这小人，便由我来做好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开宗法推行迫在眉睫，李兄若是能放下芥蒂，便与我同去；否则，莫要怪我抢了李兄的功劳了。谁在乎什么狗屁的功劳？要我同去，便把李和放下。好的。什么好的？什么？尔兰，你这成何体统啊！我告诉你，不会有人给你开门的。这门就没关。你成何体统啊！老爷，老爷，户部郎中尔大人求见。哎，不见不见，我现在谁都不想见。可他说有法子解决大人之困境。放屁！我户部尚书解决不了的，连太后陛下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凭什么能够解决？不见不见不见！可他看起来不像是在讲笑话呀。你刚刚说他叫什么来着？可由朝廷出面招募商人，输纳军马粮饷。朝廷支付给商人的不是钱财，而是盐引。凭借盐引，商人日后可以分销官盐，从市役中获利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有这实打实的获利前景，不愁他们不踊跃参与啊！如此一来啊，朝廷不必透支国库，就能借商人之手缓解粮草的问题，支援三军，一有余力可休憩陵寝，此为开宗法。陛下，言改事关重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呐！盐税关乎国库根本，沿路贸易涉及多方势力，往昔从未有过如此大胆的举措，稍有不慎便是乱局，不可草率决定啊！太清言之有理啊。条文可以逐步完善，但严改于军于农定有大裨益。开宗法一旦实行，商人有了赚头，太后的陵寝可修，前线的粮草可以充分的供应，百姓的徭役赋税也能随之减少，此乃一举多得的良策。陛下圣明，相信陛下慧眼识珠，定能识得此法的妙处。开什么法？开宗法。朕准了。陛下圣明。开宗法，这步棋下得妙啊！看似寻常，却盘活了户部几近干涸的银库，还拉拢了一帮商贾，背后定有高人指点，不可小觑。定是陈达年那个老狐狸背后藏着智囊啊！只要揪出来，不愁没把握拿捏，往后行事也能多几分胜算呐。要不，下官去暗查一番？算了，眼下户部还控制在太后手中，我们也不用打草惊蛇。其实，户部这次能起死回生，陛下才是最大的输家呀！我瞧着他在朝堂上那脸色，老难看了。太后她也没赢啊，这盐引每年有多少利润，就这么拱手让给商人，他那心疼病还不得犯了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继续坐山观虎斗。
殿下英明啊！开中法啊，好一个开中法！陈达年，哎，你这脑筋开窍了。谢太后夸赞，臣将倍加努力，不负厚望。带走，快看，咱们成功了。我们免费发放罂粟种子，大家都可以来，免费领取了。大家种的越多，你们明年抵的税就越多。我们免费发放罂粟种子。来，此次开中法得以顺利进行，先敬我们的功臣王昭和尔兰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词儿都是李兄写的，我就是照着演。没错，开中法也是李兄之计，我不过代为行旨。李爱卿这碗酒在朕这儿。来，诸位请坐。想来国库这么一闹，那户部变成了陛下案板上的鱼肉，端王又岂会错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？等到太后一党被端王和陛下双重施压，此时将开中法带到他们面前，无异于户部的救命稻草。他们都以为是自己主动而为，谁能想到，我们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目的，就毫不起眼的夹在这一份清单中。等到商人们依靠开中法获利，为了省下运粮成本，他们必将直接雇佣人去边境开荒，而靠近燕国的西北处环境恶劣，只有鼹鼠能成活，自然也就成了种植首选。只是，他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将来大夏是要靠这些救命的鼹鼠挺过旱灾。陈大人怎么还没来？我去找他。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，好看的娘娘舞蹈送来甜甜的唱出了民生之多艰呐。娘娘那是把往后的好日子唱出了盼头。各位爱卿稍坐，朕去陪他一会儿。你说这岑兄啊，天天待在他的实验田里边，陛下来了也叫不动他，吃人一个。岑兄并不是吃人，而是至纯至善之人。倘若没有他的种植方法，我等即使演技再好，法子再高，都如同镜花水月一般，没有根基啊。二兰兄说的对啊，哎，是尔大人说的对。还没恭喜你，这么快就得到了尚书大人的赏识，加官进位。尔大人，我敬你一杯。李兄，我知李兄心有不忿，那日是我脾气不好，李兄莫怪，我自罚。哎，免了吧。尔大人敬的酒，我喝不起。啊，对哈，那日要不是这小子抢你功劳，被提拔的是你。开中法呢是由李兄提出，我不过代为转达。日后陛下论功行赏，自然不会忘了李兄的功劳。不会忘了我什么？需要记住我什么？我早都说过，我志不在此。李兄，你回去。哎呀，确实啊，李兄高洁傲岸，志存高远，
恨不得今日入朝，明日撞死啊！你当真这么想？我果然这么想。你好，我就活着，好好活。你成何体统？目前看来，确实是燕黍最耐旱，长势也最好。虽然播种在深秋，也没有浇灌足够多的水，但个把月的时间，却长成这般。那岑大人能不能像之前那样，测出燕黍最适合什么土壤，如何灌溉、施肥之类的？臣自当尽力。岑大人，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娘娘放心，臣努力的活得久一点。余生如此，知道吗？臣曾亲眼见过饥荒时饿死的人，也见过倒在逃荒路上再也没有醒来的母亲和襁褓的婴儿。何人不是向死而生？能预知死期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只是至少，臣不愿再看见天下的苍生因饥饿而死。他日若臣离去时，唯愿埋骨之处，河清海晏，五谷丰登。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陛下，娘娘，岑兄，今日难得人齐，不知岑兄可否暂时放下农事，与我等老友共饮杯啊？请。我以前看文的时候，总喜欢看各种刺激的大场面，群雄逐鹿，金戈铁马，看主角如何逆袭黑化，手撕渣男绿茶。看到恶魔宠妃的时候，我把所有岑景天老老实实种田的片段全都跳过去了。可我到这个世界之后才发现，他才是那个真正救万民于水火的人。能有这样的一生，的确不算虚度了吧？不必妄自菲薄，你也在救万民于水火。我能帮大夏挺过旱灾，客观来说，你应该名垂青史才对。好，我也不想虚度此生。按照原文，端王用最大的代价当上了皇位，那我就要用最小的代价挫败他。好，预防旱灾只是第一步，未来他还要和燕国开战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咱们战都别让他战。好，我记得一些燕国的设定，这一仗不是非打不可，所以咱们外交吧，和平谈判。好。你是不是在笑？没有，明明就在笑。我只是一想到所做的一切都在一本书里，就觉得挺荒诞的。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哎，就像庄周梦蝶，你又怎么能知道外面的那个真实世界不是另外一本书？确实不知道。所以啊，我们又怎么能确定
自己是真实存在的。哎呀，懒得纠结那么多了。就算知道自己注定是死亡结局，我也想在死之前多做一些事儿。好，你干嘛一直说好？那我就说，舍命陪君子。